我是瓜皮儿，《明日传奇》第2季前情提要：二人因为意外从时间流里掉落到古代日本雷贝府丢失战衣，为解决穿上原子战衣的德川将军，雷亲手将海伍德摧毁战衣。传奇小队又抹除掉了1863年的僵尸事件。米克需要有新的搭档，所以将冷冻枪交到了雷的手中。故事来到了1987年的迈阿密。达克和黑社会做着肮脏的交易，正当他解释自己为什么收集这玩意儿的时候，缉毒大队出现，双方发生火拼。达克正准备开枪，一道红色闪电出现，清理了所有人。逆闪告诉他自己需要搭档，并且可以帮助他改写命运，给他想要的权利。达克开心地笑了。米克教雷如何使用冷冻枪，但他始终控制不好力度。米克说：“这是因为你不够酷，不像斯纳特。”雷一听来劲儿了，靠着柱子讲起了自己的曾经。经过指点之后，他好像找到了一点感觉。海伍德知道时间偏差会造成时震，所以他制造了一款时间地震仪，可以提前修复偏差。两人上了飞船之后还没talk过，所以他想多了解一下自己的祖父。阿玛雅回答的含糊不清，告诉他正义协会成员不可以深交，他正准备离去。时间地震仪侦测到了历史偏差。海伍德告诉大家，震源来自1987年12月7日的白宫。斯泰因解释，当时他正在首都，当天政府召开顶级核物理学家作为技术顾问。阿玛雅说，正义协会在当地有训练学校，他可以从中获得情报。海伍德同行，其余人假扮记者潜入。二人来到学校，发现所有设施被遗弃，甚至还落了灰尘。阿玛雅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正义协会的资料根本无迹可查，他只从父亲口中得知过部分信息。阿玛雅翻出合照后，开始后悔自己离开。档案中显示，正义协会当年有间谍潜入。阿玛雅正纳闷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灯光突然变暗，他激活了鹰形态，观察四周，发现一团黑雾袭来。黑曜石问他为什么抛弃团队，被海伍德一脚被敲晕。火风暴二人组四处闲逛，发现了年轻时的斯泰因。他解释自己从来没来过这里，一定是历史偏差所导致。新冰火兄弟发现了里根总统的彩糖豆，米克送给他尝一尝，雷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罐子吃了一大口，还给了他一大把。两人一边嚼着彩糖豆，一边发现了迎面而来的达克。他们告诉 Sarah 这个消息，然后他关闭了通讯，偏离了队伍，来到了达克附近，掏出匕首正准备上去 PK， 被一位安保人员发现。米克咣的一下就给他干晕过去，雷出来阻止，前方出现更多安保人员。二人一兵一火压制住对面，雷玩的兴起，枪口喷出的冰与米克的火焰相交叉，发生了爆炸，这给米克气的。好在火风暴赶到，还展示了一下他的新技能。回到飞船后，斯泰因告诉 Sarah， 如果提前解决了达克，会对我们负责保护的历史造成严重影响。对于你姐姐我很抱歉，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。Sarah 情绪十分低落，选择暂时回避。老爷子醒后告诉他，1956年成员们外出执行任务，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回来。黑曜石无法获得政府信任，所以被留下驻守。阿玛雅为此感到抱歉，之后受到传唤回到了飞船。基迪恩调取了达克秘书电脑上的日历，得知他晚上8点要去乔治敦公园和人见面。萨尔知道自己不能再和达克见面，所以雷和米克前来监视他的举动。雷穿上斯纳特的夹克，给米克吓得一愣。此时一位陌生男子接近，俩人抻开收音机准备窃听。达克称呼他为克格勃。海伍德分析出他见的是苏联代表团成员。两人信息确认无误后准备庆祝，一旁冒出来一位十分紧张的年轻人。飞船里的斯泰因记得很清楚，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订了一桌晚餐，为的只是今晚给妻子庆祝生日。他走到达克面前，紧张地介绍自己，希望能把自己的计划书交给总统。然后发现了克格勃手腕上象征苏联国防部身份的手表，还碎碎叨叨地说出来。达克交代一句之后让他离去，接着给了他一刀。斯泰因被带到斯泰因身边，斯泰因告诉斯泰因，你最爱的老婆今天过生日，你却放任她孤身一人，你这个粗心又自我的蠢货。为了追踪达克的足迹，他们来求助于黑曜石，却遭到拒绝。阿玛雅对他说，我知道你觉得我抛弃了你，但请你别抛下我。于是众人搞到邀请函，集体来到了夜晚的宴会。他询问杰弗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丈夫，斯泰因告诉他，不论他在哪儿，我想他一定很爱你。然后两人愉快地跳起了舞，正跳得开心，达克出现，两伙人在仓库做着秘密交易。完成交易的同时，传奇小队和黑曜石同时出现。他告诉他们，与其抓我，还不如赶紧拆掉国宴厅里的炸弹。雷领命，达克率先动手，其余人各施本领，各自现出了自己的原型。达克准备趁乱离去，米克拿着喷火枪威胁众人，都给我滚。然后大伙都傻了，雷站出来说这里有炸弹，这才让他们陷入慌乱。路人掀翻桌子，二人发现炸弹，但引爆系统版本太旧，雷不知该从何下手啊。
米克疯狂鼓励他，雷很争气地想到了办法，但是拆除炸弹的前提是要提取冷冻枪里的配件。炸弹临近爆炸，米克想的就是做个饱死鬼。好在雷使炸弹引擎过载，停止了计时。黑曜石挡在达克面前，子弹却伤害不到他。于是他朝赶到的阿玛亚开枪。黑曜石为了救下他，中弹倒地。Sara 出现，送了他一枚手里剑。达克纳闷，我几十年前就见过你，可是你一点没变老，你也用复活泉水的吗？Sara 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，告诉他自己来自未来，又巴拉巴拉说了一堆有的没的。达克看着他直咽口水，接着被逆闪带走。他终于知道敌人是急速者，速度甚至比闪电侠还要快。好在他顺走了达克得到的东西，两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。伤口痊愈之后，斯泰因向斯泰因交代，即使获得再多成就，也比不上一位让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妻子。斯泰因终于明白，他要向老斯泰因证明自己对他的爱。黑曜石告诉他，我不会和你一起离开这个时代，因为他在家里等我回去。如果你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，那就敞开心扉吧。当他走后，阿玛亚告诉海伍德，你的祖父很爱唱歌，在危机关头失去希望的时候，他总是可以鼓励我们。于是二人碰了碰酒杯。斯旺告诉他，传奇已经离开这个年代。达克因为知道了自己的未来感到不甘，他们决定再次合作。当他走进舱门后，斯旺化身红色闪电大开虫洞，于是二人消失在了这个时代。位于1874年的科罗拉多，也就是西部世界，一位时间旅行者拿着导航仪在寻找某样东西。地点确定之后，他拨开杂草，看到了某样矿石。特博尔带着部下前来，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。时间旅行者告诉他，我们可以一起拥有这里的秘密。他拿出导航仪的同时拔枪，却被特博尔抢占先机。他从地上拾起了导航仪。爷俩知道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急速者，可仍然犹豫着要不要把 Barry 说过的话公布于众。斯泰因突然脑子一痛，还把头痛的原因扯到时间旅行上，说罢离去。海伍德对那块护身符毫无头绪，因为根本找不到相关参考文献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时间地震仪发生偏差，坐标指向了1874年。飞船降落，众人骑着不知道哪儿弄来的马。斯泰因因为头痛没有参与进来。前方出现牛仔的声音，萨若下令步行前进，结果发现了被吊起来的海克斯。海伍德上前挑衅，火爆脾气的大哥上来就是一枪伺候，马儿受惊被吓跑，海克斯吊在树上荡秋千。萨若瞄准一枪就将绳子打断，给他们吓跑后，其余人出现。接着回到飞船，又给海克斯讲了讲近况。瑞普失踪，萨若成为船长。海克斯有点瞧不起，但知道他身手不凡，的确是个做船长的料。米克爆料他是个拉拉。回到正题，海伍德发现历史书出现端倪，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度，正是特布尔国。镇子变得冷清，海克斯告诉他们，大部分人都被迫在矿井干活。特布尔在酒馆上面有办公室，萨拉给他一捆钞票，让他去消费。阿玛亚负责看着他。三人以税收员的身份前去调查，雷翻出了特布尔的账簿，但被他的手下阻止。还好三人不傻，几拳就给他们干翻了过去。找到资料后，他们并不打算回去，于是雷和海伍德打了一架。米克在酒馆里出着老千，赢了之后，他高兴地喝着酒，两人还打了招呼，接着烧掉了从特布尔口袋里赢来的钱，气氛变得十分紧张。三人假扮牛仔来到矿井前，海伍德顺利得到了他们的信任。走进矿洞之后，雷来到了一个箱子前，发现里面的矿石竟然是矮星。他们知道不能让特布尔得逞，因为矮星的密度极大，所以无法搬运。他们决定给队友打 call。阿玛亚一边喝酒一边向萨若汇报，这俩憨货竟然聊了起来。米克十分赞成，他要保留点西部狂野的观点，于是提了一杯。海克斯失去耐心，不想继续等待，他走进酒馆大吼一声，但并没有被特布尔放在眼里。他给左轮装上了新研制的子弹，随着一声枪响，战斗一触即发。米克抢了2把喷子，使场面变得更加混乱。众人汇合之后，特布尔又朝着他们来了一发，米克站了出来，但发现枪没有子弹，特布尔朝他开枪，海伍德挡在前面，子弹击穿了他的身体。好在有什么伤都能治疗的吉迪恩。萨拉看出他有心事，他告诉海克斯，要么听我话，要么挨我揍，你看着办吧。海克斯告诉他，曾经在卡尔福特，村民们雇佣他反击，可是一天晚上，特布尔把所有村民关在教堂，一把火烧了那里。这个疤就是纪念。萨拉告诉他，不要抓着自己犯下的错不放手，纠正历史我们是专业的。杰弗逊来慰问斯泰因，但他还是不肯说实话。杰弗逊再次警告他说，自己的记忆里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，但是又感觉十分陌生。
米克告诉阿玛雅，特布尔才是他憧憬的生活方式，现在的乖米克只是假象，谢谢你的倾听。雷带着痊愈的海伍德来到指挥室，他想到了特布尔会利用矮星炸毁通往特布尔国的唯一途径，这样军队和补给就无法进入西部，所以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阻止火车运送矮星到山脚下。三人再次聚集，海伍德骑马追火车，他一边急速奔跑，一边给自己打气儿。来到火车前方之后，脱掉外套，站到了轨道上。他化身钢人，双手托住呼啸而来的火车，惯性使他向后滑了不知多远。但最后火车停了下来，伙伴们高兴极了。米克和阿玛雅负责潜入矿井，埋下炸药，封死矿口。萨拉交给海克斯一副手套，让他把自己铐上，然后挟持着海克斯来到特布尔面前。他准备处决海克斯，还带着萨拉去看戏，一边走一边说着自己得到矮星之后变得多么牛批。殊不知矿井里面已经被二人埋下了炸药，正准备离去时被一伙人拦截，但很快就清理解决了他们，二人顺利逃出。矿口爆炸，萨拉露出了真面目，给大哥惊着。海克斯扑上去对着他就是一顿锤，最后一拳把他锤晕过去。两人互相致敬，海克斯承认了萨拉船长的身份，随后离去。杰克逊和斯泰因推断，新的记忆是由于他过多的和曾经的自己接触所导致。斯泰因脑海里又出现了些许画面，这次他确定他很喜欢这个姑娘。雷为了感谢海伍德带回矮星矿石，特地为他做了一身战衣。萨拉告诉他们，2016年的朋友需要你们帮助，于是众人再次踏上征程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